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聊龙猫，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章鱼小丸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蜡笔小新》里面有一集讲的就是小新他们一家人一起做章鱼烧的故事。自打那个时候起呢，我就对章鱼烧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所以我每次去日料店都会点上一盘。但是美国这边的日料店实在是不便宜，一盘很小的丸子只有6个就要5、6美金，而且我经常都是快吃完了，都还没有看到章鱼。自从我 get 到做章鱼小丸子的技能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外面点过了。而且我个人觉得章鱼小丸子真的是超级适合一家人或者是情侣之间在家里周末下厨，然后一边玩一边吃。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来做章鱼小丸子吧。那么我现在已经把做章鱼烧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个人是习惯做饭之前先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这样就不会做到一半的时候手忙脚乱的去找东西了。那么首先你需要一个像这样子圆形的专门做章鱼烧的模具，我这个是铸铁的，可以全身水洗，但是缺点就是它需要开锅，不然的话容易粘锅。当然了，如果大家是在网上买的那种可以通电的不粘模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还需要用到竹签，就是这种最普通的竹签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竹签的话，也可以用普通家里吃饭的筷子来代替。但是像这样子比较细的竹签，它不容易破坏丸子的形状。我还自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圆头油刷。你只需要把一根筷子插在厨房纸揉成的纸团中间，再用另一张厨房纸把顶端包好，用细绳捆住，然后再剪掉多余的部分，这样子油刷就做好啦。我们还需要用到这种章鱼烧专门的面粉，当然你也可以用普通的面粉来代替。这种章鱼烧粉跟普通面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面加了昆布，所以会香一点。我们还需要用到章鱼，这个章鱼是我在日超买的，它已经是汆好水了的，所以我待会儿直接把它切好用就可以了。如果你买不到章鱼的话，也可以用虾仁来代替，也是一样非常好吃的。其实除了以上这些东西呢，你还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往章鱼小丸子里面加料，比如说像 cheese、香肠和玉米粒，这样你就可以创造一款独一无二的章鱼小丸子。首先我们需要把水和面粉调匀，这个步骤一定不能心急哦，要保证面糊里面没有结块，不然的话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等面糊调匀之后，我们再打入2个鸡蛋，把鸡蛋也搅匀，这样我们的面糊就做好啦。接着我们需要把锅子预热好，再用油刷给它上一层油。锅子预热好之后就可以加面糊了，这个时候只需要加8分满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淋一层面糊的。接下来就是我最期待的加料环节啦，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放入任何你自己喜欢吃的食材，只要不是太奇怪就可以了。我自己试过放虾、蟹柳还有鱼丸，都是非常好吃的。接下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加葱啦。我自己超喜欢吃章鱼小丸子里面的葱，所以每次都会加很多呢。加完料之后，我们还需要在表面均匀地淋上一层面糊。等到表面的面糊都像这样差不多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翻面啦。翻面的时候，只需要把竹签从侧边插入小丸子的底部，然后轻轻地往前方推动就可以啦。都翻好面之后，我们再用面糊来把丸子们溜个缝，这样的话做出来的丸子会更加饱满哦。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特别像那种街边摊的老师傅。这个就是出锅前的丸子啦，把它们滚圆呢需要一点耐心，要把丸子外面的部分通通都塞进去，并且不时的翻一下面，让它的形状更加饱满。我今天做的不是特别圆，但是管它呢，好吃就行。丸子终于出锅啦，现在我们来淋上章鱼小丸子专用的酱汁或者烤肉酱，还有蛋黄酱，接着再撒一些海苔粉，最后再在面上铺上一点柴鱼片，就大功告成喽。
们今天的章鱼小丸子就做好啦。我觉得章鱼小丸子是那种看起来非常厉害，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常简单的小吃。我来尝一个。真的好好吃呀！它这个外皮是酥脆的，但是里面还是非常软嫩的。我觉得这个蛋黄酱真的是小丸子的绝配，因为这个小丸子的外皮是酥脆的，然后这个蛋黄酱就会给它提供一种非常醇厚的口感，然后再加上这个柴鱼片跟海苔，真的是超级好吃。好像没有对上焦。OK，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大家也喜欢吃章鱼小丸子的话，不妨找一个周末来试着做一下哦。还有，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收藏哦，就当是给我一点小小鼓励啦。也欢迎大家在评论里跟我一起交流做章鱼小丸子的经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